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要一同走进一部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《桃花扇》。这部作品由清代著名剧作家孔尚任创作，成书于1699年，被誉为明清传奇的压卷之作。《桃花扇》不仅是一部戏剧，更是一部通过爱情故事展现历史风云的史诗。它以明末清初的动荡时代为背景，讲述了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爱情悲剧，以及他们在国家兴亡之际的抉择与命运。《桃花扇》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故事，它更是一面反映社会动荡、人性复杂和历史变迁的镜子。通过这部作品，孔尚任以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洞察力，揭示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之间的紧密联系。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，阅读《桃花扇》不仅能让我们领略到古典文学的魅力，更能引发我们对人生、爱情、忠诚和责任的深刻思考。在开始之前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在国家危难之际，个人爱情是否还能独善其身？或者说，个人的命运是否终究要服从于历史的洪流？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走进桃花扇的世界。在历史上，许多名人都对桃花扇给予了高度评价。鲁迅先生曾说过，桃花扇是一部伟大的作品，它不仅写出了爱情的悲欢离合，更写出了历史的沧桑巨变。而著名学者王国维则称其为千古绝唱。第一部分，爱情与忠诚的交织，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故事。桃花扇的核心情节围绕着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爱情展开。侯方域是明末复社的领袖之一，而李香君则是秦淮汉叛的著名歌妓。两人在乱世中相遇、相知、相爱，但他们的爱情却因政治斗争和战乱而屡遭磨难。孔尚任通过侯李二人的爱情故事，探讨了忠诚与背叛、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。在那个动荡的时代，个人命运往往被政治和战争所左右。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爱情，象征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自由意志的追求。然而，他们的爱情也面临着来自外部环境的巨大压力和挑战。阅读这一部分，我们可以学习到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自我，如何在困境中坚持自己的信念。侯方域和李香君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爱情不仅仅是花前月下的浪漫，更是风雨同舟的坚守。在《桃花扇》中，有一段李香君拒绝权贵逼婚的描写，却虽风尘见志，人亦有冰霜之操。这句话充分展现了李香君的坚定和勇敢，她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，也不愿背叛自己的爱情和信仰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也可以找到类似的例子，比如在二战期间，许多恋人因战争而分离，但他们依然坚守着对彼此的承诺。这种忠诚和坚持，正是《桃花扇》中侯李二人爱情的真实写照。第二部分，历史与个人的碰撞，动荡时代的社会画卷。除了爱情故事，《桃花扇》还以宏大的历史背景为舞台，展现了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和政治斗争。孔尚任通过细腻的笔触，描绘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情冷暖。孔尚任在《桃花扇》中运用了借离合之情、写兴亡之感的手法，他通过个人命运的变迁，反映出整个社会的变迁和历史的进程。这种手法不仅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，也使得作品具有了深刻的思想内涵。通过阅读这一部分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历史与个人之间的关系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个人在其中往往显得渺小而无力。然而，正是这些微小的个体，构成了历史的洪流。通过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分析，我们可以从中汲取教训，获得启示。在《桃花扇》中，有一段描写南明灭亡时的情景。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这句话不仅写出了国家的破败和荒凉，也写出了人们心中的悲痛和无奈。我们可以将《桃花扇》中的历史背景与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变革相比较，比如在当今世界，许多国家正经历着政治、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革。通过对比，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这些变革对个人生活的影响，以及个人在变革中的角色和责任。第三部分，人性与道德的考验，人物内心的挣扎与抉择。《桃花扇》中的人物形象丰富多彩，每个人物都在历史的洪流中经历了内心的挣扎和道德的考验。孔尚任通过这些人物的命运，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多样。孔尚任在塑造人物时，注重挖掘人物内心的矛盾和冲突。他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，展现了人物在面对爱情、忠诚、理想和现实时的抉择和困惑。这种对人性深刻的洞察和理解，使得作品具有了强烈的感染力和说服力。阅读这一部分，我们可以学习到如何面对内心的冲突和道德的考验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类似的困境。通过对《桃花扇》中人物命运的分析，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启示，学会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做出正确的选择。在《桃花扇》中，侯方域有一段内心独白：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这句话表达了他对忠诚和信仰的坚定信念，也展现了他在困境中的勇敢和执着。我们可以将侯方域的抉择与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困境相比较，比如在商业竞争中，
许多人面临着诚信与利益之间的选择，通过对比，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诚信的重要性，以及在困境中坚持原则的意义。总的来说，《桃花扇》是一部集爱情、历史、人性于一体的伟大作品。它通过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爱情故事，展现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紧密联系，探讨了忠诚、理想、现实和人性等深刻主题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如果你也想体验这段穿越时空的情感旅程，如果你也想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寻找人生的真谛，那么请拿起《桃花扇》细细品读。相信在阅读的过程中，你不仅能感受到古典文学的魅力，更能从中获得深刻的启示和感悟。让我们一起走进《桃花扇》的世界，去感受那段跌宕起伏的历史，去聆听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，去思考那些关乎人生和命运的深刻问题。相信我，这段旅程一定会让你受益匪浅。在结束今天的介绍之前，我想用《桃花扇》中的一句话来结束：桃花扇抵宋南朝，一代兴亡看此消。愿我们每个人都能从桃花扇中汲取智慧和力量，在人生的旅途中勇敢前行。感谢大家的聆听，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分享。如果你对桃花扇有任何想法或感受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，让我们一起交流，共同进步。